微臣的确去过登甲巷。被带走的那个人，可是魏征？是。原来如此。好，朕总算明白了。好一个铁胆忠肠的夏江，好一个铲奸除邪的玄镜司。好，来人！陛下息怒，皇兄，什么？蒙挚亲自带走了夏冬？是，他直接闯入，声称是陛下召见，不许徒儿多问半句，带着师妹就离开了。不，师父，有何不妥？我察觉夏冬已然背叛了玄镜司。为了引靖王出手，我故意让夏冬做他的内应，让他带着那些劫狱的逆党进府。但这些事情不能告诉陛下。没错，在陛下眼里，师妹是玄镜司的高阶长进士，又是师父的爱徒，陛下一定会认为是师父您指使的。陛下召见夏冬，想必是查出了这些细节，心中起疑，要当面讯问于他。皇兄，事情查问清楚就好，莫动怒啊，莫动怒。朕原本就觉得有些奇怪，你犯魏征，好端端的关在玄镜司，几百重兵看守着，除非举兵造反，否则谁有这么大本事把人劫走？结果就偏偏移到了大理寺。你说，初五那天上午，袭击玄镜司的那些人，是不是你带领的？是。好，你们玩的好计策，把朕都蒙骗过去了。战力如此强劲的一个玄镜司，被逆贼们冲进去以后，死的活的竟一个没有抓着，最后还说是因为巡防营搅乱把人放走了。夏冬，不枉朕如此信任你。你果真有本事，大本事！陛下，这么大一件事儿，臣觉得夏冬一个人难以策划，他的背后一定有主使的吧？那还用说吗？他是谁呀？他是什么人？现在谁还能指使动他？他这辈子最听谁的话？看不出来吗？皇兄，有话慢慢问，不着急的啊，不着急的。那魏征呢？你装模作样的把他劫走了，又送到哪儿去了？微臣把他杀了。什么？魏征是赤焰军的人，自然是微臣的杀夫仇人。他已经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，微臣绝对不会让他再多活一天。他原本就是死罪，你知不知道？魏征只是副将，并不是主谋。况且，陛下现在如此宠爱靖王，如果他拼命力保，恐怕陛下会为其所动。所以微臣只有先下手为强。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攀咬靖王？谁教你的？这些事情都是微臣一人所为，跟其他人毫无关系，请陛下千万不要冤枉师父。哼，你一人所为，啊？你一个人就能瞒着夏江，把魏征转押到大理寺吗？你一个人
就能故意把玄镜司的防卫调动出去吗？你一个人就能设计实施一次装模作样的袭击吗？啊！夏冬，玄镜司的第一要旨就是忠君，可你们呢？你们竟然自始至终都在欺君罔上！皇兄，说好的不生气的呀，不生气的啊！不管怎么说，这事情也算问清楚了，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呸！这次幸亏是被你撞上了，要不然景琰真是要受大委屈了。他性子不服软，遇事急躁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家给装进套里去。哎呀，皇兄如此的圣明，景琰怎么还会受委屈呢？只是这夏冬，他双居多年，日子过得孤苦，做事难免偏激，请皇兄开恩，对他也宽大一二吧。朕现在懒得处置他。蒙挚，臣在。你亲率禁军，持金牌，立即查封玄镜司上下人等，均囚于司内候旨。若有敢擅动者，斩！臣遵旨。陛下，玄镜司查封之后，夏将必然会要求见陛下，到时候您见是不见？哼，做出这种欺君妄为的事情，还见什么见？直接把夏江，还有这个夏冬，给朕押入天牢。遵旨。近来师妹糊涂得很，只怕未必会维护师父。他不维护我还好，怕的是一面露出破绽，一面假意维护。陛下心机深沉，他越是这样，陛下越会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皆是由我指使，那才糟糕。那如此一来，整件事情在陛下眼里岂不都变了模样？若只是因为夏冬带人进府之事，倒还不算是绝路。我总能想出些说辞解释。毕竟在赤焰这桩旧案上，陛下信我，还是多过于相信靖王的。师父，可还有一个梅长苏啊！这个梅长苏的心智太厉害了。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在陛下面前说话。师父的意思是，就会召我前去问话。届时若是有人奉命来提梅长苏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我先过去，你随后赶来。记住，封住玄镜司上下所有通道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下去吧。是。看夏大人的脸色，似乎是夏守尊改变主意了。对不住了，苏先生。那么早就要送我上路了，想必玄镜司的处境也不太妙啊。先生放心，我出手很干脆，不会让先生受罪。夏春大人，你师父吩咐的命令，每一件你都如实照办，难道你的心中就不曾有过疑问吗？使命如山，不可违抗。曾几何时，
夏冬也和你一样，认为师命如山，不可违抗。可他为什么现在就变了呢？嗯？先生提起这个，无非就想拖延时间罢了。可外面情形瞬息万变，请恕我，不能与你多说。夏秋大人，你也不想知道吗？圣上有旨，查封玄镜司。圣上有旨，查封玄镜司。王志，此处乃是太祖亲事的玄镜府司，我也是御封的首尊，位同一品君侯。就算陛下命你前来召我，你也不得如此放肆。你错了，陛下没有命我来召你。如无陛下圣命，你这便是无端擅闯，难道你想要造反吗？首尊大人见人就说造反二字，还真是顺口啊。蒙挚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奉陛下圣命，前来查封玄镜司，上下一应人等全部羁押候审，无一例外。不可能！陛下纵然一时被小人蒙蔽，也会召我前去御前申辩，绝不可能直接下令羁押。哼！你设下圈套，构陷皇子，欺瞒圣上，罪不可恕。此事已经铁证如山，陛下哪有什么心思听你申诉？单单是因为夏冬放了贼人入府，哪里算得上是铁证如山？首尊大人，你想不通吗？没关系，监牢之内，有的是时间让你想。春兄，冬儿毕竟是我同胞妹子，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背叛师门的。事情到底因何而起？我一定要亲口听她说一说。你和师妹就是听得太多，想得太多，做事才会优柔寡断。处死梅长苏，乃是师父亲下的指令，容不得丝毫耽搁。师兄，听我说。大人，两位大人，何事惊慌？两位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禁军，外面全是禁军，围住了全府上下，说是圣上有旨，查封玄镜司。什么？首尊大人呢？首尊大人已经被蒙大统领拿下了。师父。夏大人，你可真是忠心不二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忘完成师父的指令。若让你活着走出地牢，恐怕我玄镜司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你不好玩。禁军封锁严密，属下打探不出更多的消息，只知道陛下甚至不愿意召见夏江，直接就所拿夏玉了。怎么会连夏江也？本王想不通，到底是何处漏了破绽，竟让父皇处置得如此决绝？殿下，事到如今，也许就只能咬口不认了。毕竟此事从头到尾都是夏江一手操纵的，殿下在明面上是没有卷进去的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夏江未必会有如此好心，敢把我给摘出来。何况那天在御前，我跟夏江联手逼迫景琰，父皇怎么会看不出来？
事到如今才想推脱，只怕不容易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皇兄，今日之事虽然烦心，但好在也都不是非要即刻处理的，索性就过完年再说吧。我看皇兄你也累了，早些回后宫歇息吧。臣弟告退了。再等等，陪朕待会儿。等蒙挚回来，一起听听夏江是怎么说的。是。启禀陛下，刑部尚书蔡全、户部尚书沈追在殿外请旨，说有要事回禀陛下。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正月16才开朝，他们初7就入宫求见，有什么要紧的急事吗？沈追倒也罢了，这个蔡尚书可是有名的急性子，但凡遇到点事儿，他是片刻也等不了。皇兄您不妨把他们两个宣进来，要是没什么无关痛痒的事，索性就骂他们一顿，您也出气。你又在这胡说斗争开心？他们都是朝廷的2品大员，怎能随意责骂呀？叫他们进来。是。臣蔡全参见陛下。请身。谢陛下。年节未完，你们两个就急着入宫，有何事要奏报啊？回禀陛下，刑部最近审结了一桩案子，与去年户部暗设私炮房事件有所关联。臣认为有必要向陛下禀报详情。私炮房？就是献王和前户部尚书娄之敬勾结，在北门设立的那个私炮房。这个事情不是早都弄清楚了吗？废太子也因此受到了处置。怎么，还有未完之事要报吗？私炮房一案，由沈大人亲自审理，案情清楚，献王与娄之敬所应承担罪责也惩治恰当。臣不是说他有什么差错，臣指的是引发私炮房一案的那次爆炸。爆炸？是，陛下。私炮房惊天一爆，死伤过100人，烧毁民房60余间，一时民怨沸腾。陛下想必也记忆犹新吧？这件事情不是也都早已处置了吗？民怨已经安抚，难道还有人心怀不满吗？案发当时，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意外，是由于私炮房内用火不慎而引发的爆炸。据臣近日的发现，这并非一次真的意外。不是意外，那是有什么人故意为之？臣有证词，陛下请看。陛下息怒。陛下，最初是因为其他案子捕获了一名盗匪，此人为了减罪，声称参与私炮房一案，愿意举报首告，
臣一层层追查上去，所牵扯到的人也越来越多，真相也越来越让人惊心。臣的这份证词与所述之事尽皆吻合，没有破绽，臣判定可信。其实查到现在，臣自知远远没有查到根上，但既然牵扯到与臣同级的官员，臣就不能擅动。所以今日请户部沈大人入宫请旨，请陛下恩准，命廷尉司派员监察，户部协理，希望能够尽快提审大理寺卿朱越。这尽管现在所有的证人矛头都指向了朱越，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动机呀！那朱越身为大理寺卿，他为什么会指使人引爆这4炮房呢？王爷，朱越乃是誉王内弟，而4炮房乃是献王所设。这惊天一爆，民怨沸腾，矛头直指献王，何人得利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把我搅糊涂。只不过，此事罪名重大，断不可臆测呀，皇兄。我看，还是让朱越觐见，您亲自问一下吧。哼，你糊涂，可真没糊涂。从4炮房、朱越、大理寺，到魏征、玄镜司、夏江，看起来像是一团乱麻。可是实际上，清楚着呢。皇兄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过去的献王，现在的靖王，这都是誉王故意的？不会吧？大家都是至亲的骨肉兄弟，怎么可能到如此程度呢？不，这还有景琰，景琰这事从上到下都是玄镜司所为啊，这应该跟景桓没有关系吧？这句话，你是说到了关键。大理寺倒也没什么，其他事情，朕都可以宽宥。可是这个玄镜司，历朝历代不涉党争，只忠于君上的玄镜司，竟然也能为了誉王欺瞒于朕，朕断难相容。高湛，在。传旨，宣誉王进宫。苏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托孝守尊的福，我梅长苏到现在还活着。梅长苏，7天，你可记清楚了？只有7天。什么7天？他在说什么？看苏先生现在这个样子，恐怕7天也活不过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，你也算不上赢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说！王大统领，你替我问一下靖王，救了魏征，折了梅长苏，这样的买卖，他觉得划算吗？他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夏江的话你也信？梅长苏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
儿臣参见父皇，不知父皇召见有何吩咐？哼，你自己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父皇，儿臣冤枉，玄镜寺背后的事，儿臣从头到尾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那个景怀啊，你先看看这个奏折，兴许跟玄镜司没什么关系呢。父皇，此事儿臣也是冤枉。誉王殿下，这些证词是微臣呈送陛下预览的，内容皆是指向朱越，尚未涉及到殿下，不知殿下为何含冤呢？父皇，这些证词虽然不是指证儿臣的，可是众所周知，朱越乃是我的内弟，指证他，自然是冲着儿臣来的。父皇圣明，自然早就应该知道。冤枉，冤枉！你的意思是？你可以替朱越担保了？这些都是刁民的证词，父皇岂能轻信？再说朱越一向并无劣迹，这个罪名，只怕冤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陛下，审到此处，尚不敢说绝无冤屈的可能，可指认朱大人的是他的贴身亲随，不是无关外人随意攀咬。如若就此含混而过，于法理难容。臣恳请陛下恩准，于正月16开朝之后，立即诏命三司派员明堂会审，务必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，以还朱大人清白。你既然说朱越是冤枉的，那么三司明堂会审，你当无异议了？朱越受人指证，为表清白，理当受审，我毫无异议。不过，虽然说是三司会审，但谁不知道是蔡大人主导？儿臣听说蔡大人性情酷烈，审案的时候一向咄咄逼人。这朱越胆子又小，儿臣担心。陛下，如果誉王殿下担心，大可旁听监审，臣一定竭尽所能，秉公执法，请陛下降旨，恩准三司会审。臣附议。这怎么让你去监审，心虚了？儿臣何来心虚？父皇若要儿臣去，儿臣自当遵命。还嘴硬！王振这些年如此心疼你，这些年你胆大包天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。你以为朕老糊涂了？连朕的玄镜司你都有本事插一手，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儿臣萧景环，朕真是小看你了。你把自己摘得还真干净，就跟玄镜司那个事儿一样，是吗？父皇见责，儿臣不敢强辩。但是玄镜司，儿臣真的没有，请父皇明察。构陷靖王一事，夏冬都已经招了，你还在强辩，居然还敢让朕明察？朕真要查出真相，你受得起吗？皇兄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你素日里玩的那些把戏，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由得你过罢了。谁知道你变本加厉，现在连朕也欺瞒，再这样下去，你眼里还有谁？说，朱越的这些勾当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再有半次虚言，朕绝不轻饶。朱越这件事，儿臣确实不知道内情。夏江大人的事也跟儿臣无关，只不过在殿上顺水推舟，帮了几句枪罢了。自己摘的还真干净。可怜夏江，以为先帮了你就是提前效忠了新君，却没想到是这样的收场。都说皇儿中，你是最像朕的，可你看看你敢做不敢当的样子，你有哪一点像朕？哪一点？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，皇兄息怒。我看就放过景环吧，兴许此事真的另有隐情呢。臣再次恳请陛下恩准三司会审。臣附议。
父皇责备儿臣事小，三司会审事大。一旦会审，必发明堂抵报。若是伤及皇族颜面，儿臣百死莫说。若真是如此，儿臣认了便是。但是请父皇明鉴，儿臣纵使有错，也绝对不敢对父皇有丝毫的不敬之心，只是为求自保而已。才清，这就诏命中书令削免朱越的官职爵位。他没有了大理寺卿的身份，爱卿便可以随意提审，倒不用朕动用三司这么麻烦了。陛下的意思是命臣全权处理此案吗？才全，此案审到朱越这一层，足以平定民心了。朕以为没有必要再深追了。为了此案，你连这个年节也没有过好，真是辛苦了。早些结案，也可歇息几天。可是陛下，才清，其他该处置的人，朕自会处置。你只管结案就是，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了。陛下。才清，朕的话，你明白了吗？臣明白。宗主，宗主。来，魏征怎么样？魏将军在穆王府很安全，没有任何人察觉。搜谷主呢？药王谷上下的人都已经送出城了。让靖王今天不要进宫，先缓一缓。是。哎呀，告诉蒙大统领，东姐会在牢里多待一些日子，让他好好照应。闭嘴！再多说一个字，信不信我一针扎哑了你？蔡年兄，蔡大人，蔡全，你等我一下。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有什么用？难道类似的情形你还没有习惯？难道你能习惯？你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先出去。沈兄，出宫之后陪我去酒楼喝2杯吧。好好的去什么酒楼啊？去我家吧，反正就在宫墙边上，也近。也好。撤！禀陛下，玄镜司已查封完毕，夏江、夏春、夏秋已移至天牢，分别监候；其余少长史、廷内史、府兵一干人等，全部关押在府司之内，听候陛下发落。夏江怎么说？还是不肯认罪，一直在要求面圣。哼，这就是夏江的为人，一贯都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罪。他若是痛痛快快的招了，哼，朕反倒觉得奇怪了。陛下，夏江一直要求面圣，夏冬还是坚持说此事是他一人所为，纯粹是为夫报仇，与夏江无关。陛下觉得此话可信吗？哼，你呀，忤人心思，太简单。哼，夏冬的话，也就只有你肯信。嗯，你不想想，他若真是为夫报仇，在牢里把他杀了就是，何必还要装模作样的把他劫出来呢？再说，纪王也看到了，他们在给魏征顺气，这是报仇吗？
这分明是不想让他死。此事若是夏冬一人所为，恐怕魏征早就没命了。也就是说，魏征有可能被玄镜司悄悄地关在了某个地方。朕也是这么想。大概夏江还想拿魏征做点文章吧，比如说悄悄地把他放到靖王所管辖的某个地方，再派人去把他搜出来，这样自然就是景琰的罪证，栽赃于景琰。这也太恶毒了吧！怎么可以如此设计？这，皇兄明鉴，你一下就看明白了。臣弟愚钝，我怎么也不可能，也不可能想到如此的地步的。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夏江，他的手段朕清楚。以前朕觉得他绝对不会欺瞒朕的，所以未曾多虑。现在想起来，着实令人心惊啊！如果魏征还在，并且在夏江手里，那就太好办了。马上提审夏江，这样的话就能立刻知道逆犯的下落了。审夏江没用，他是绝对不会把魏征交出来的。为什么？说你简单，你还真不动脑子了。夏江现在明明就是要立证，是景琰劫走了逆犯。若是到最后，他自己把魏征交出来，那不等于承认他自己有罪一样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构陷皇子那罪名可是不小啊。如果交出魏征，这不就说明这个罪名坐实了吗？诬陷皇子负逆，确是百死莫赎之罪。夏江这个人太阴险了。你去告诉他，朕现在不想见他，让他好好想想，想好了，给他纸墨，写个供词呈上来。是，下去吧。那臣弟告退。微臣告退。陛下，是回养居殿还是百家之罗宫？是。殿下，怎么样？殿下放心，一切尘埃落定，并无意外。苏先生呢？苏先生已被接回苏宅了。可有受伤？苏先生被困在玄镜司整整3天，夏江一定对他用过手段。具体情况到了夜间，我派人再去苏宅问问。要说这位苏先生可真是神机妙算，一切情形皆如他所料。晋王进宫后不过2个时辰，这查封玄镜司的旨意就下来了。苏先生确实了解陛下。父皇能容忍誉王弄权、争宠、贪贿，也能容忍玄镜司手段黑辣，视法度为无物。但他却不能容忍他们2人一起联手欺瞒他。这一点，可算得上是父皇的底线。陛下此怒非同寻常，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夏江，直接捕拿夏雨，简直没有丝毫的容情。要知道，那可是夏江啊！这些年陛下对他的宠信，朝野上下可以说是无人可比。没想到一朝翻脸，也不过如此。夏江算什么？当年他对齐王兄，对小叔，又何尝不是百般恩宠？